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不到早上7点钟，我就上楼来了。趁着现在不是特别热，因为这几天我们这里白天37度，晚上有27度，所以特别是白天不舒服。早上很早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刷手机，突然我刷到一个在德国柏林的博主，他说了他家的地下室第2次被入室盗窃。我是生活在2025年的德国的首都柏林。我今天早上是被邻居的敲门声惊醒的，那个时候才7点。一般来讲没有人会这么早来你家敲门，咚咚咚。打开门以后，邻居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家地下室的门是不是又没关？”“不会呀，我们每一次都会把门锁得好好的。”邻居说：“那你们家的地下室又被盗了。”对，大家没有听错，是又被盗了，不是第1次，而是第2次。就说德国柏林有些区域治安不是特别好，这入室盗窃的这种事件非常的频繁。然后呢，我看见有不少的在德国的人也说了他们的经历，也说了在德国入室被盗窃或者是被撬开进入他们自己的公寓然后盗窃的事，不光是地下室而且在德国有地域的区别。普遍来说，南德的地方要比其他地方要好。最不好的应该是大城市，比如说像柏林还有西德，特别是鲁尔区的一些城市包括科隆也在内，也不是特别安全。法兰克福也不是很安全。当然，有些网友就说我觉得挺安全的，我没有遇到呀。当然，每个人遇不遇到是概率问题你没有遇到，不表明就是那个地方就特别安全。然后我也看到个别说既然这么不好，为什么不回国呢？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人老是以这句话来怼人家难道指出一个地方的问题就不行吗？就像有的人天天在中国生活，天天抱怨中国，那为什么他不离开中国到那个他梦想的国家去呢？好，我们回到这件事说到入室盗窃，而且很多是以暴力形式入室盗窃的那我就来说说我的经历。我住在德国科隆闹市区，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区域。至于哪个区好不好，只有长期居住在那个城市的人才知道。我们那栋楼是一栋公寓楼，一共呢有40多户吧。有一天，大概是2-3年前，我发现我们那栋楼的那个大门好像被撬开了一样。它是用工具撬开的，因为那个门大门是非常结实的，一定用很暴力的工具才能撬开。有一段时间，我们那栋公寓楼呢是没有门禁的，谁都可以进去，所以特别没有安全感。那么被撬开就说明呢，有的人试图暴力打开。然后我就回家跟我的德国伴侣说，为什么我们那栋楼的那个大门又被撬开了呢？然后他就说，是因为有人呢想入室盗窃，想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目前为止，谢天谢地，我们自己的公寓没有成功被盗，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所居住的那个公寓的入户门也被撬过，试图撬过，但是那个窃贼没有成功。有2个原因，第一呢，我们住在1楼，又是一栋公寓楼，进出人比较多，所以呢小偷相对来说有所顾忌。因为在这栋楼里面，所有的人要上楼的话都会看得见我们的入户门，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一点。但即使这样也被撬过。然后我们家有2道锁，所以呢窃贼没有那么容易打开，就这2个原因。但是今天早上我刷到这个视频之后，我有点心里担心了。其实现在社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自己公寓里面的东西不是特别多。你说一个电视现在能值多少钱，对不对？还有什么冰箱你不可能搬去吧？窃贼其实他们偷的主要是2样东西，一个是钱现金，另外一个呢是珠宝。这东西在我们家都没有，所以即使撬进我们家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除非他想什么偷内裤偷衣服偷袜子这种。有的人说，那你可以装监控首先在哪里装，并不是说你想装监控就可以的。比如说，如果你装监控只能在你自己所住的公寓内部装，如果你想在你入户门门口装，它肯定是对着大门进来的，对吧？公共区域，那这个情况下你是不能装的，除非这公寓里的那个业主住户同意你可以装，否则不行。另外，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做法套用到德国去。在中国很多做法是可以的，你有很多的自由，但在德国你会被绑住手脚，做不了。比
比如说你可以报案啊，但是报案我可以告诉你，德国警察对这种盗窃案几乎是无能为力，或者根本就不想受理。当然你可以报案，他会走过场，他会做笔录，然后填表，然后交给你一个什么单子。但是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大概是半年之后，你就会收到一封信，因为呢缺少证据，缺少证人，所以现在就结案了，终止了，就这样一封信件。那么入室被盗，我们家也刚才说了遇到过，但是呢没有成功。我们那栋楼经常出现，因为业主大会每年都会说入室被盗的事件，网上的数据啊，我不知道准不准确，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里说是入室盗窃在德国，比如说这里2023年一共有11.9万起，这里说的是通过暴力进入人家居住空间的，一共有77800起。大概是每天有200多起在德国，这是呢有据可查的啊。那么没有报案的呢，那肯定就更多了。我觉得应该是2:1吧，也就是说可能有15万多起，也就是每天有500起左右在德国是通过暴力非法进入人家居住空间的。而且这里说了，2015年的时候甚至更高，当时呢有16.7万起。所以说在德国啊，这入室盗窃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入室盗窃最多的是我们西德的一个小城市叫 Mülheim，2023年的时候它是得了入室盗窃的冠军。像这种入室盗窃在德国其实非常常见，也非常难以破案，因为呢警方很难掌握这窃贼的踪迹啊，他的信息啊等等。因为在德国公共场所摄像头实在太少了，然后这些年进入德国的人各种闲杂人员特别多，又加上欧盟境内啊，它的人员走动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啊。以前我认识的德国要比现在安全，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现在德国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乱的原因。不是说是现在难民多了，其实不对的，而是以前就是欧盟扩大的时候，就是原来其他欧盟的国家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东欧一些国家的，比如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2个国家的人，在德国犯事的人特别多，这个概率比较大，所以这2个国家人在德国他们名声是比较差的。接下来比较差的说是比如说希腊啊这种，或者是波兰呀，或者是什么意大利啊，他们名声也不是特别好。相对来说，我觉得西班牙人啊、什么法国人啊，还有西欧国家人名声在德国相对来说好一点。另外一个呢，警方破案不积极，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种案件是小案子，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多警力去投入进去破案。另外一个，即使破案了，它整个法律程序呢太长了。还有就是处罚太轻，比如说，也许呢他这样盗窃案件最多可能拘留10天半月，可能根本就没有拘留，直接就放了。就是因为犯罪成本太低，就导致了这个社会这种现象特别猖獗。没有办法，这目前就是这样，而且愈演愈烈。有的人说，是不是因为2015年默克国门大开，收留了大量的所谓的难民？其实并不是这样，一直都有很多这样入室盗窃的现象。所以在德国，你可以发现有些人家里连窗子他都装了那个报警器。有的朋友说了，我可以安装摄像头啊，但是朋友们，你要注意啊，在中国可能你随便安装，但是在德国有很多法律条条框框，特别是所谓的保护个人隐私。你注意啊，个人隐私在这里呢被片面的放大，导致了整个社会越来越乱。不准安摄像头，然后呢不准收集你所谓的证据。在这里举个例子，如果你不经过那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同意，你偷偷的录音或者录像，然后呢你说我录下来了，然后你去警察局说，警察同志，我录下来了，我有证据，你看看，这个是证据啊。好了，对不起，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但在德国行不通。这证据很可能你是非法收集的，在这个情况下，也许你已经违法了啊，人家窃贼还可以倒打一耙。另外，像这样的是不能作为证明材料使用。你不相信吗？我们来看看，这里说了啊，到底证明材料是不是合法，有很多因素。
然后这里举例了不合法的是什么呢？这里还有说私下录音录像，经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不合法的。特别是当对方不知道你录下他的时候，那这情况下，你虽然证据确凿，但对不起，你这样收集的证据是非法的。你看，就这么可笑。所以说，又验证了我前面所说的啊，在德国犯罪成本太低了，所以才导致了入室盗窃那么猖獗呀。有人说了，他进去盗窃也偷不了什么东西，无所谓啊。但是你们知道吗？入室盗窃，特别是通过暴力的啊，就是说他使用专业工具，然后呢进到你的房间去，然后把你的房间所有的东西来一个底朝天、稀巴烂，就像打过仗之后一样，一片狼藉。对正常人来说，特别是对女士来说，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就是说，即使你在你的4壁之内，也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是心理上的啊，这特别糟心。另外，现在窃贼他们也高科技化了，比如说他有干药仪啊，就说他身上带着这个东西到你的地方行窃的时候，你虽然家里可能安装了摄像头，但是信号没了。也就是说，到时什么都录不下来，只是空白，只是黑点，所以即使你想录下证据也没用。这就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些舔德的人说，或者自己没有遇到过的人说，德国很安全呀。对，相对来说啊，与世界上最乱的国家比起来，德国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与中国比起来，我肯定认为中国绝对要比德国安全得多。那到底德国本国人觉得安不安全呢？我也有数据。首先，我自己的数据，我记得 N 年前我刚认识我德国伴侣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开车出去玩呢，他每次都提醒我，真的是每次啊，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呢，我原来没有这个意识。他说，你绝对不能把东西落在你的车里，就是外面的人从车窗看得见的那个东西，你绝对不要放在里面。如果你要放，那你一定要放在座位底下，人家从外面看不见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即使是一件夹克，他看见了，他认为里面可能有钱包，对不对？然后呢，他会把你的车窗打碎去盗窃。他说最好不要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放在车里。他说反正啊，在车里，只要人家从外面能看得见的地方，你都不要放任何东西。我不知道各位在德国小伙伴有没有收到德国人这样的忠告。然后再拉开一点话题，在美国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时是在迈阿密，在美国东南部，我租车自驾游在美国，然后呢有一天晚上我就把那个租来的车停在某一条街上啊，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想去开车的时候，我傻眼了，因为我的车门啊那玻璃被砸烂了。为什么？因为那窃贼想去看看啊车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我估计吧。反正被砸烂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然后呢，我没办法，当天行程就得改变啊。于是我马上呢请求我的美国朋友帮助我一起到警察局去报案。美国警察局报案，它的效率有多高？我在那里足足等了大概4个小时，那警员才接待我。4个小时，我的天哪！警察局没有吃，没有喝，厕所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印象了。在那里，即使口渴了，你也是没有任何办法。那个警察登记了我的数据，然后呢，给我一张回执，拿这张回执单我就回去了。接着呢，我得去那个租车公司啊，因为我没车开了，你的车门玻璃被打烂了，你还能开吗？你也没有安全感，还有好多碎玻璃在里面。然后呢，我到租车公司之后，我就把这个单子交给他们，他们给了我另外一辆车。这是我自己在美国亲身经历啊，我觉得这跟入室盗窃是一类的啊。那么德国本国人对他们本国治安有什么看法呢？觉得德国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我们来看看，这也有数据。这个问题是女士在德国觉得有多安全？然后这里有个数据啊，而且还是很新的，2025年4月24日的一个民调吧，是德国《时代报》与一家叫英法的公司一起做的一个民调。这里说了，74%的德国男性觉得德国安全，但是这里说只有56%的女士在德国觉得安全。然后这里说66%的德国女性承认他们在晚上觉得不安全。
一半的女性觉得在德国非常的不安全，只有17%的德国女性认为德国是安全的。你看，这就是数据，而且是德国人自己的数据。无独有偶，在7月11日那天，德国《图片报》报道了这样一个刑事案件，在东德的德瑞斯顿，有一个36岁的当地人，协同他的女朋友在晚间的时候，那是去年了啊，那是去年8月15日的时候，这个36岁的德国人协同他的女朋友在一栋公寓楼里面敲响了他的邻居的门，恰好他的邻居呢是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他和他的女朋友就暴力闯进这个女学生的公寓里。这个女学生开始呢肯定是反对啊，她想逃走，但是这个叫帕斯卡的人就挡住了去路，她不能逃走，叫她交出她的东西来。这里说了，到这个中国女留学生的家里进行暴力抢劫，入室抢劫呀，抢到了一个普拉达的包，他威胁对方说我有枪，这个人应该叫高丽丽还是戈丽丽吧，然后呢他说他要我的包等等。过后呢，警察在他家里的那个地毯下发现了这个赃物，这个新包的价值是2700欧元，还抢了他的苹果手机，还有耳机以及一个电脑的鼠标电脑鼠标他也想要。其实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已经是多次在案了，一共有20次吧。所以德国图片报说，这个人喜欢警察局呢。比如说2017年以来所有的案子都怎么样呢？失效了，什么都没发生。但这次不同了，专家说他有部分刑事能力，因为他是吸毒者。原来的专家都说啊，他这个人呢没有刑事能力，所以呢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入室抢劫啊，或者暴力袭击别人啊，因为他吸毒之后有这个暴力妄想症，所以呢他有幻觉，于是呢每一次他都能逃脱，因为所有的专家认为他没有刑事能力。但是这次呢，这个专家说他有部分刑事能力，于是呢当地的州法院是这样判决的，这个叫帕斯卡的人被判处3年半的有期徒刑，但是首先他得先接受精神病的治疗，然后呢再坐牢。原来怎么样呢？前面说过，他前面几次或是20次呢，都因为所谓没有刑事能力，因为他吸毒之后没有刑事能力，产生幻觉，有妄想症，所以每一次呢都无罪。德国的法律就是那么奇葩，犯罪了，但是说有精神病，所以没有刑事能力。这次谢天谢地判了3年6个月。你看就这样一起，可以说是偶然的事件，也与中国人有关。再说另外一件事，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英国博主，一对英国夫妇吧，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他们专门做了那个试验，就是中国有多安全，小偷多不多。他们呢有一次应该是把一个手机还是把一个 iPad 故意遗忘在就可能他们那个租的城市那种共享单车，然后呢他们就跑到一家咖啡店里面去喝咖啡，大概隔了半个小时他们回来了，那个东西还在那里，没有人偷。然后呢他们又另外做更长的试验，把那个东西放在那里，去别的地方去了更久，好像有2-3个小时吧，回来之后那东西还在那里。同样的试验我也看到其他博主在中国做过，比如说掉了钱包的，或者掉了其他东西的，然后呢有人看见之后呢追上来交给他们的等等，反正有各种试验。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概率啊，有一些人他不诚实，也有小偷，肯定的，对吧？比如说以前中国治安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摄像头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中国治安是很差的啊，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动的素质完全提高了，当然肯定要比以前更好，这个素质肯定比以前更高了。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摄像头是个很大的震慑，所以呢，我是同意在公共场所多安装摄像头的。像中国这样，比如说我看见很多外卖呀放在那个屋的外面，或者是快件就放在那个柜子的上面，或是柜子的旁边，有很多这样的。还有我看见在中国旅行的人啊，他们有行李箱，这样一排一排的放在那个街边，然后他们可能去其他地方去玩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国外绝对不可想象，如果你放在那里，也许马上就有人顺走了，或者有人报警认为那里面有炸弹，因为在德国、法国这种地方，还有西班牙、英国等等，
发生很多次这样的恐怖袭击，所以如果一看见无主的那个东西，不是被顺走了，那就是被报警了，然后我们警方就派人啊带着那警犬来了，然后呢就大仗势了，所有的可能整个火车站啊都被封锁了等等，就是一片大乱。另外一个，在中国很多东西啊，很多小店，什么矿泉水啊、水果啊，放在外面摆着卖的啊，就是说你想买的时候，你在外面你拿着，然后呢你自己主动付款，比如说可能呢那个地方有个二维码，你直接扫就不用进店就可以了。像这样的现象，至少在德国虽然也有摆放在外面的一些东西啊卖的现象，但是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是没有。德国相对来说是好的，在很多国家你根本就不可能这样摆放着卖，因为这样的话早就被完全就拿走了或者抢走了，真的是秒抢。甚至呢，在有些国家，他们的小卖部啊，简易的那种防盗那种栏杆，就是用那个铁啊，用钢筋焊接起来那种网，把它保护起来，然后只露出收付款的那个小小的窗口。这就是不少国家，特别是南美、非洲国家，他们这种小卖部日常。另外一个，在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就看你什么城市、什么街区。比如说，我前年去美国，去费城拍那个丧尸街的时候，在一家中国的餐馆我就拍摄过，是餐馆呀，他时刻到那里点外卖的时候，他只能有一个窗子可以递钱、递食物的。就说明当地的治安有多差。那位华人说，因为那里的治安就这样，所以你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否则可能每天都会有劫匪过来盗窃、抢劫。好，朋友们，今天我就想以一位在德国柏林的博主说他家里的地下室第二次被盗这事件呢，展开说说德国的治安到底怎么样。那你们有什么经历？比如说你们在德国的，还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反正在国外的有什么经历呢？也请告诉大家。当然，你们在中国有什么经历，也请在评论区告诉大家，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我们下期见。